为何向来都讲究独立的法国，近来又将准航母派遣到亚太地区？法国人究竟想干什么？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派遣了2艘战舰进入南海之后，法国现在又派遣了1艘准航母和1艘护卫舰到南海，准备强化他们所说的军事存在。据了解，这2艘战舰分别为雷电号两栖攻击舰与拉法耶特级护卫舰，他们将在太平洋执行为期3个月的任务。今年5月份时，还将与日本自卫队、美国海军联合举行一场军事演习。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法国又赴南海所派遣的雷电号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在2000年，法国海军用4.72亿美元建造了2艘西风级两栖攻击舰，一艘是应北约要求加强海军力量，另一艘是为了在维护法国海军顶梁柱戴高乐航母时也有舰可用。简单来说，就是除了戴高乐航母，它就是法国海军的主力了。而该型舰不仅增强了攻击舰的隐身能力，还消除了红外辐射和电子干扰，动力系统也全面升级，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装载量。那么，将这么先进的1艘准航母派遣到亚太地区，法国人究竟想干嘛呢？分析认为，虽然法国向来都讲究独立，讲究在欧洲国家中领导地位的独立，但大部分欧洲国家现在显然正以美国马首是瞻。若拜登在届时积极回应法国参加美日军演举动的话，则表明美军的现状就如同美军事专家乔登之前所说的那样，美军早已无法独立压制中国，未来美国与盟友将把重点放在东亚，放在中国。那这样的话，美国对欧洲方面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减退。只要拜登这么做了，那法国也能趁机与德国联合，在军事、外交以及一体化进程上重新安排欧洲的未来。所以说，法国人此次派遣战舰到东亚参加军事演习，对中国来说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信号。真正该引起关注的还是法国对美国的试探，以及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假如法国人仅仅是想来东亚为中国添乱的话，那去年就应该来了，因为去年一旦到了这里，他不仅能够与美日展开合作，而且还会受到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青睐。现在法国的情况就如同外界所热议的那样，雄心难掩国力不足的硬伤。在五常里，现在法国的实力勉强也就比英国高上那么一线。中国近些年发展速度确实很快，在海军装备上更是让西方国家十分惊讶。这似乎并不能掩盖中国依然在不少地方和他们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但其实中国很早前也有过令人十分惊讶的潜艇设计，你知道吗？其实这艘潜艇很多人大多已经忘记了，甚至有一些年龄较小的朋友可能根本就不一定知道有这么一艘潜艇。笔者也是从最近外国专家萨顿的一篇文章中再次看到了这艘潜艇，才有一种仿佛穿越过了时光的束缚，看见了当年中国蓬勃的精神。外国专家萨顿赞誉这艘潜艇一旦建造成功，即便在时代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是会是世界上最具前瞻性的、最先进的潜艇之一。这就是由中国的潜艇之父邓三瑞在1958年设计，1995年下水的中国第1艘常规试验潜艇032级潜艇。萨顿对此称，这是中国尽管在一直建造和延续俄罗斯潜艇的情况下，依然走出了自己潜艇设计之路的一个证明，吸取了美国潜艇设计思路，成为中国的美国潜艇。所以这艘潜艇在我国代表的意义确实十分不简单。在1950年代，中国从苏联获得了2艘破旧的 S 级潜艇，在引进的潜艇和各种技术资料的支撑下，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造船厂，并建造常规潜艇。在获得不少经验之后，中国开始着手设计属于自己的潜艇。这艘0321潜艇就是中国开始着手设计的第1艘试验常规潜艇。当时海军预计这艘潜艇的排水量仅需400至500吨，25节的水下航速和极强的隐蔽性能。最后建造出来的成品大约长15米，重30吨左右，竟是计划尺寸的1/3，航速最大也只有9节。不过这并不影响这艘潜艇的成功。因为从设计之初，这艘潜艇就在不走寻常路，不仅不是按部就班的设计制造，还另辟蹊径。当时邓三瑞先生率领的小组在已有苏联经验的情况下，
不仅设有大批量的参考苏联的外形设计，反而吸取了美国阿尔巴卡尔号的先进之处，设计出了0321潜艇。而这艘潜艇最终的样子水滴形，就是当年设计的证明。不过和美国潜艇不一样的是，0321潜艇设计的十字形尾舵、4叶螺旋桨、可拆卸尾部按压壳，即便到如今最先进的09开头的核潜艇们，依然还是使用类似的设计。这就足以看出这种设计的前瞻性和先进之处了。这艘潜艇原本还预计使用非常先进的银锌蓄电池来代替极为容易被烧坏的铅锌蓄电池，不过因为技术差距过大，价格过于昂贵，耐用性也不突出，而并未得到采用。这也是之后这艘潜艇没有继续研制，转而放弃的原因之一。不过这并不影响0321的先进设计。作为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潜艇，0321为我国潜艇开了一个好头，甚至还在多年后依然被潜艇设计师采用设计新型潜艇，贡献最后一份力量。最近，中国工信部开始调整2021年起对外的稀土管理政策，这就让不少外媒的眼光再次转向中国稀土。一位俄罗斯专家表示，一旦中国禁运，美国必然无法承受。稀土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早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在美国层层压迫下，就做出减少稀土供应的计划。而如今中美关系又正处在微妙状态的时候，一位俄罗斯专家却对公众表示，一旦中国禁运稀土，美国必然无法承受。这是真的吗？这话一出，可是引起不少的轰动。环球时报近日援引了英国媒体的报道表示，外媒认为中国正在探索限制稀土矿产出口计划的可能性，并且不少媒体也评估了这将会对美国军工企业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按照目前全球稀土供应总量的80%都是来自中国，而美国国内近乎100%的稀土来自国外采购，其中采购中国的稀土从2019年的统计来看，就占据了至少38%。所以一旦中国手握的这张稀土王牌停止供应，美国必然要受到重创。俄罗斯科学院专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对此表示，稀土在美国长期以来都被用来制造各种高端军工装备，特别是战斗机、核潜艇、导弹以及高精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像是 F-35战斗机，每生产一架就要消耗417公斤的稀土。作为美国出口王牌之一的五代机，一旦中国打出手中掌握的稀土这张王牌，那么必然要面临停产的结果，更何况还有其他需要稀土的产业，所以这是美国军工企业无法长期承受的打击。另外，美国彭博社也发文称，稀土作为美国和欧洲的阿喀琉斯之种，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美国作为高端科技制造国，对稀土更是严重依赖。所以美国如今正在尝试和盟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比如说澳大利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稀土对美国来说是重要资源，对中国来说同样是重要资源，所以减少稀土出口势在必行。所以制裁稀土不仅是对美国一个警告，但是中国同样可以借机一再削减自己的稀土出口量。毕竟虽然说中国是全球出口稀土大国，但是中国稀土的储存量却只占据全球的23%，这对于我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国停止供应稀土，那么美国就必然要受到重创呢？其实这很简单，稀土是没有多少，但是中国稀土加工冶炼能力在世界上可是数一数二。所以中国制裁的不是稀土原料，而是加工技术。当然，这对美国来说，或许在中国停止供应之后，美国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但是只要给他个几年时间，就必然能够恢复的。所以制裁稀土并不是中国面对美国的最佳手段，真正超过美国的技术才是。